吃肉的时候为什么会很快乐？有人说好像是因为它能让我们大脑里的多巴胺和血清素快速的积聚，所以我们又找到了一个吃肉的新借口。好吃。在日本呢，吃肉有2个好地方，除了那种贵的要死的烤肉店以外，第2个就是居酒屋了。又到了吃居酒屋的日子，先是去吃一家牛舌专门店。牛舌哎，这家店现在被日杂评为东京居酒屋 Top 10的第7名，店面越小味道越正，不知道在日本适不适用，而且只有晚上开门。你知道这家店有多挤吗？我们坐下来基本上就是人挨着人，菜单上面基本上就是各种牛舌的吃法，烤的、炖的、刺身的，在精准的选择过后，我们全部要了一份，肯定吃得完哈。第一盘就是他们家的名物烂煮牛舌，它其实端上来的时候我还觉得它外貌普通，但是它的第一口真的很惊艳，超好吃。它这个牛舌切得很厚，但是超乎想象的软烂，用筷子都可以把它切开的那种，就是如果你牙不好，也不一定要吃地中海料理，这家店也可以满足你。压上，我估计这得炖了6、7个小时才能达到这种口感。上面撒了一点胡椒粉，微微辛香的味道点了睛，丰富了牛舌的口感。空吃的话可能会有点腻，搭配一点芥末，你可以一个人炫2盘，你甚至不用嚼它。烤牛舌就完全不一样了，这个口感特有韧劲，像烤鸡胗。它这个虽然没有那种高级烤肉店里面外国模特给你烤的那么好吃，但是它过瘾啊！它带着一股独特的木炭香气，肉感弹牙，像是舌尖肉的那种越嚼越香。配菜给的是卷心菜泡菜，一起吃像是在吃东北烤肉加酸菜，非常的地道。太绝了！好，来继续下一盘，然后这一盘是红酒牛舌，听起来就是满满的西洋风。这叫平价法餐吗？和风的红酒酱汁在长时间的炖煮下，已经完全炖进了牛舌肉里面，配上一点黄芥末，红酒的香味会在你咬开牛舌的一瞬间漫到整个口腔。明明是炖煮的丝丝分明的牛舌，但是那种柔软的口感会有一瞬间让你以为在吃棉花糖，上下的牙齿一碰牛舌就下来了，它已经没了，在我的嘴巴里边消失了它。还有这个面包片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啊，牛舌的肉汁配上红酒，再灌注到面包里面，有法餐那味儿了。这个面包都没刚才那个牛舌软。炖魔芋块也是超级入味，这个牛舌相对小块一点，它这个汤鲜的像那个翘脚牛肉的味道，我敢说用这个泡饭，我2口泡1碗，再撒上一点六婆，我安详。而且我特别喜欢汤里有魔芋，就像奶茶里面要有点珍珠和椰果一样。它这个清煮的牛舌汤，莫名有种关东煮的感觉，里面有薄切的牛舌，还有豆腐和萝卜片，汤喝起来很清甜。哇，它就是日本家庭料理的味道，软嫩鲜甜的豆腐就很棒。最后的主食是烤饭团，据说古时候武士们上战场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在兜里揣这个东西啊，但它其实并没有那么好吃，看上去像是外脆里嫩，但实际上是外焦里深。但这家店有一说一，我很喜欢，一家从昭和年间就一直专心做牛舌的小店，虽然店里有些挤，但是这种和谐的氛围就非常的适合下班之后和同事过来炫2盘。阿基也真的很热情，喜欢这种传统居酒屋的氛围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。看回样，今天我震惊了，原来在家里烤和牛可以这么好吃，感觉自己在外面被骗了很多钱。你们看看过去的账单，什么玩意儿？不过说回来，日本人敢把和牛卖这么贵，还不是仗着只有他们的卖，气死我了。正好最近很多餐厅都关门了，求人不如求自己。今天我们就是要自己做，让这些餐厅都倒闭。锄禾日当午，烤肉最靠谱。吃烤肉首先需要一只柴犬，然后再是买和牛。超市的和牛分有很多种，买这种 A5 的就可以了，稀少部位也不错，价格在100块一盘，比外边便宜多了。结账的时候买了这么多，到家了先别慌，给锅烧上油，接着轻轻的铺上一片厚切的和牛牛舌。你们看这个粉嫩的感觉，它就是劲道与绵柔的化身。烤到这种边缘微微卷起来的时候，就是味道最好的。千万不要烤得全熟，那样就会很硬。这个也是我在烤肉店偷学的，呵呵。然后是这种寿喜烧的肉，烤肉店一般没有，但是它烤起来真的很好吃，滋啦滋啦的，烤到差不多7分就可以了。这种油多的肉铺在米饭上最合适了。自制和牛卷。真的很好吃。我发现还好有真快乐 APP， 才能让我这种厨艺小白快速获得了做米其林菜单超能力的厨具。我们接下来就做一个在餐厅里经常看到的一个菜——和牛寿司。好的餐厅一般会有牛的腋下这个部位，因为这个部位特别柔嫩，它带着淡淡的肉香，不会喧宾夺主，也就不用担心它会盖过寿司米的酸甜。鱼下肉这一块是稀少部位，牛的上腹肉。资料上面说这块肉脂肪比较少，但是和牛的脂肪也不会少到哪儿去，它的肌肉纤维很短，这个我建议是后切。这个巨甜，这种弹牙的肥肉谁不爱呢？然后我们再来还原一道菜，就是和牛三明治，它必须得用上等的里脊肉，烤好之后叠在三明治上面，它现在都可以挤出肉汁来，切开之后还能清楚的看到里面的肥肉。真的好扎实啊！但我发现比起里脊肉，我还是更喜欢这种肥肥的牛腹肉，因为牛腹肉在嘴巴里面咀嚼2-3次之后，那种油脂和肉汁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太上头了。再塞一大块米饭，最后一定还要尝试这种牛肩肉。我们稍微腌了一下，4个字形容就是滑嫩紧实。我看老美那边有人喜欢在肉上面加薯片，我们也来试试。我们选的是玉米黄油味的薯片，怎么跟你是一个色呀？
很韧，这种又脆又韧的感觉，你一定要尝试。蒜片的平替。好啦，阿基推荐指数7.5分，好快乐呀！卡玩意儿，烧鸟。今天我们挑的这家店有非常特殊的含义，它是我在东京拍摄的第一家烧鸟店。又到了吃那个的日子啊！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它作为我的烧鸟处女座呢？主要是因为他们家烤的鸡都是用的日本非常名贵的那种土鸡，也是他们跟别家不太一样的卖点。我们现在是6点，已经到了。那么就是说，贵族的鸡肉和超市里面那种很便宜的鸡肉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们也不知道，但它要是不好吃，我们就把它那个了时隔了2年，他们家有什么变化呢？就是当时那个递水的小哥，好像成了现在这家店的店长啊？什么呀？废话说太多，但我就想说废话。すみません。16時は下流です。别的店都是以生肉开始，他们家是以生菜开始，就是说一个剑走偏锋。我们开始吧，萝卜、茄子、南瓜、杏鲍菇，这些菜煮熟了，其实我都很喜欢，但它这么理直气壮，我们也只能吃了。第一串非常特别，全熟鸡胸肉，我觉得它高明的点是鸡皮和鸡胸肉不是一个部位的，就它的鸡胸肉上面裹了一层鸡腿的皮，鸡腿的皮在烤的焦脆之后，就像是一层薄薄的固体脂肪包裹的鸡胸肉。然后这个是每家烧鸟店都非常卷的一个菜，就是解腻用的小菜，可以免费无限的加，直到他们家倒闭，所以是我最喜欢的。接下来是半熟的鸡胸肉，它和全熟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吃起来像果冻，配上今天现磨的芥末，有点辣，还想再来一串。这可能是我在整个烧鸟界最喜欢的一个部位，就是鸡脖子。CCD 也是我最爱的，我真的很花心的。今天这一串格外的弹，可能是因为它今天挑的筋比较多，就会有那种软中带脆、脆中带软的口感。接下来是鸡翅，今天的鸡翅有一点敷衍，外边看上来今天这串鸡翅有点过于焦脆了，但是牙齿咬下去破皮的那一瞬间，还是能感觉到它在往你嘴巴里面喷那个油水。烤青椒吃起来一点都不辣，这一串烤的特别像成都的虎皮青椒，但是加的是照烧酱。哇，好贵啊！接下来是贵族版的炭烤小土豆，就是我们的老朋友银杏，但是我觉得它今天像烤芸豆。然后是葱煎鸡腿肉，这一串吃多了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在卷葱和酱汁的味道，鸡腿的滑嫩就是为了衬托。接下来我们该吃点菜了，2串一起吃真的很过瘾。下一串是油光发亮的鳕鱼鸡肝，它甚至还有点像温泉蛋的蛋黄，一口下去，一整个胆固醇就糊住了你的舌头，所以它才叫鳕鱼鸡肝。它里面都是血，它是怎么烤成这个样子的？内脏真的是怎么做都好吃呢？接下来你们是不是以为我要吃提灯呢？但他们家并没有，他家的特色是蛋叶肉丸，它里面是微妙的孜然调味，没有藕丁或者脆骨这种丰富口感的食材，但是它在里面加了鸡皮，我操，这太厉害了！千层鸡皮啊，它其实看着更像千层薯片，它是煮好的鸡皮在烤的，油脂丰富的像能吃油渣。他家的鸡心我其实并不是很认同，我还是觉得它不应该切开烤，你们汁水都跑光了。然后在日本吃鹌鹑蛋是最幸福的，它外面是熟的，但它里面是温热，也不知道师傅用的什么办法，很怪，很好吃。今天的主食放眼望去全是料，炭烤的鸡腿肉和鸡蛋也粘在一块儿，轻轻舀一勺，像什么亲子寿司，肉香加蛋香加米香，就是碳水和烤串的双重满足。最后一碗熬了8个小时的鸡汤收尾，非常高级的一次体验。没有提灯也不是什么坏事儿，下次我们应该去大阪单独吃一次提灯。好了，阿基推荐指数8分。